各位 U 要子 N 一老外部调整人国不调鬼原批周批塔有河豚萌萌人抽象人麻辣杏人李中克乐子人观众水肉搞鬼吉吉国王网络婆罗门死麻钓鱼佬赛博以色列几大成者，各位男女性同胞，还有另外54种未知性别的观众朋友们，各位早中晚凌晨好。在这里嘞，你老任小提一嘴，如果军书12卷卷卷有爷名，建议事后直接把名字私发给我，我帮你加上去。那么废话不多说，这里是 Boss Run Game Studio 中文名任老板游戏频道，喜闻乐见的绝世唐门主持人。那么在这个视频开始之前呢，你老任先给各位道个歉吧。不瞒各位说，这个视频我从11月开始才动的工，也就是说文案是从11月1号开始写的。那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不得不说啊，你老内裤松整这死出，的确是打乱了我的很多计划。就这么跟你们说啊，如果没有1018事件，各位可能看到的是以下这些视频的一个或者两个，最几招 DLC。最几招后传，还有2024生日特辑啊！当然，生日特辑这个呢是一定会补上的啊，这个就是单纯的时间问题。但是这前两者就属实令我大脑旋转。那么就有人说啊，这个不能成为你10几天拖更的理由啊。那咱换位思考一下啊，一边是自己投入心血谱写的稿子和众多的东西，以及录了一半的视频，一边是国籍，你选哪个？你先别觉得这个问题幽默，那我又站在阁下的角度来考虑这个事情。我拿把枪指着阁下，让阁下必须在这二者之中做出选择。如若不及时做出选择，护照上的国籍自动变更为日本。那现在我问你，你自己不觉得这种问题幽默吗？你自己不觉得你提出这种无解问题的你幽默吗？刘先生，我们受过严格的训练，无论多好笑呢，我们都不会笑，除非忍不住。不如这样，刘先生。同样啊，我将橄榄枝抛向各位问出了这个问题，并且逼迫一些大小博主必须做出选择或者分割的出身们，你们自己不觉得每次拍全家福就你一个人很孤单寂寞吗？这样啊，你老任给你出个主意，你去楼底下小卖店买一瓶带气的饮料，什么都行，没有限制，总之得带气儿的。摇匀了，往家里客厅一放，把盖儿打开，至少家里面现在有个会喘气儿的东西，还算能说得过去。那么现在问题就来了，为何我不能两个都选呢 ？I will send you to Jesus。换句话来说，这个问题就好像那个，女朋友和妈妈掉水里了，你救哪一个？而且题目限制你只能救一个。真的，我看你那，我给你懒觉给了煮汤喝，操死你的妈！臭傻逼，提这种问题真的。这两个问题有一说一，性质相仿，但是完全不同。相似的点在于什么呢？在于出题人的全家都已经死完了。不同的点在于其中一个只是全家死完了，另一个坟头草已经穿了2尺来高了，还管不了一点嘞。这个视频原本就是为了吐槽内裤松而生，但是我们不妨转过头来想一想，1018这次事件说大也不算大，说小也不小，但是比起1018事件来说，由1018衍生出来的这些事情、这些后续以及这些后日谈，那槽点可谓是数不胜数啊，哥几个。就谈谈我遇到的，前者算一个，就是幽默强制2选1，这里咱们先插个眼。还有另外一个啊，给各位简单陈述一下。众所周知，我不是一直推荐各位去玩蔚蓝档案的国际服吗？然后啊，这波内裤松属于是搬起石头来砸到自己的脚了。你要说他自作自受吧，那他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了。你要说他有意而为之呢，实话的，他也没有理由朝我来，对吧？那咱们就来看这个啊，任老板的觉悟还是不够高啊。然后failure 啊，不是哥们儿，此话从何讲起啊？就因为我想带各位吃点细糠，避点坑，走点平路。之后各位是老师，我算个教导主任。然后现在大清亡了，各位功成身退，我成千古罪人，被游街示众了啊！你要跟我论这个是吧？那 OK， 哥们儿，咱也没有必要继续讨论下去了。你现在赶紧去查一下祖上3代的明细。我觉得当年沸沸扬扬的本田车事件，你的父辈包是喜结侯名的，一眼定真，鉴定为言传身教，好吧？那你说国父立即表明态度，这个确实值得夸赞，是老任也这么认为。那么然后呢？你国父的运营现状有什么天翻地覆的改变吗？案板上的咸鱼翻了身依旧是咸鱼，虽然说是外服犯了错，但他国父也叫蔚蓝档案啊，他国父敢不表明态度吗？万一你们不给他拱手送票子了怎么办？我就问你，他姚某能不能承担得起这种风险？他不能，所以他出来表态了。哎，我永远是站在你们这边的，你们要相信我，我去和他们谈啊，心机阿莲奈是吧？我操，真的幽默啊，哥。刘先生，你有什么要补充吗？
之后过了1天还是2天啊，内阁松在多个社交平台的官方账号上面发表了多语言道歉声明，并且更改了相关网站的不当内容。然后各位书同文，车同轨，国际服并没有因此而倒台，国服也并没有因此而变好。所以说兄弟，这就是你想让我看见的东西吗？长点教训吧。为什么现在我看见任何事情都喜欢推后发布评价？因为事情在发酵的时候，任何提前发布评论的行为都有可能之后变成回旋镖打到自己的脸上。那你问我内阁松这波操作该如何评价呢？我的评价是内阁松纯他妈傻逼，真的。谁家好人不摸清楚规则就敢跑来中国赚钱的？我就跟你说了 ，DNF、TF、CS Online 什么的，本来就是名不见经传的游戏，没腾讯没中国带起这种节奏来，早他妈死了，还他妈30周年，给他逼养的狂的，盆满钵满忘了谁是爹了，就这样式的股票跌个15%老实了，不过已经跌了，是吧？自己内部人员都有问题，内部人员的问题都还没管明白，就想 try to swim in lava， 那后果是什么呢？国人不买账，股票就摁跌呗。为什么上个篇章里面我提到，我不相信这是一个成立近30年的公司能够干出的事？他内阁松在中国做了将近16、17年的生意了，哪来的16、17年啊？这么跟你说吧 ，DNF 是05年的游戏。前3年咱们刨了不算，咱们就从08年开始说事儿。08年藤子代理 DNF 国服，同时也是08年 DNF 的原公司 Napple 被内阁松收购。那么现在是2024年，也就是16到17年的样子。内阁松从中国人手里赚了那么多钱，藤子能跟他只字未提中国人的底线是什么吗？包得提的，不然这韭菜怎么割？我就跟你说了，这波有极大概率是他明知故犯，罪加一等，拖出去先打50杀威棒，再听从发配，好吧？那我们再返回来看看这句话啊，其实我最绷不住的是什么？他在我2023年，差不多就是整整1年以前的视频上面发布了这条言论。哎呀，24年了，回旋镖打过来了。哦 ，OK， 我不跟你犟，你说啥就是啥，好吧？关于被我贬成大坑的运营依然在坚守底线这件事儿，这个刚才说过了，再重复就不懂事儿了。你过去的吹捧终究成为了笑话。so 的，这波我在大气层，我不知道你在第几层，好吧？别说那么幼稚的话了，你觉得推坑那些人真的是因为1018事件吗？啊，那如果是的话，劳任给你比这个，请收下劳任的大拇哥，你配拥有它。牛逼！当然啊，我相信绝大部分人是无法获得这个的。说到底，为什么退坑？无非就是因为各种理由玩不下去了，所以找个理由退坑嘛。就好比那冬日极其干燥的稻草，你非要拿个打火机过去试试它能不能烧得起来，那你说它能不能烧得起来嘛？Humorous。那关于我意识不够高这件事情，我该作何狡辩呢？我不狡辩了，我摊牌了。是，确实，因为我没有意识到内阁松会整这一出，我还在劝人进国际服。Emotional damage 。行，这样。看完这条视频以后，你马上使用 Rewind time， 然后直接回到2023年的出价，并且一耳光狠狠地打到2023年即将发布这个视频的老任脸上，告诉他别发了，你现在做的教程2024年都会被回旋镖打过来的，而且我一定会骂你。没事儿，哥们儿，只要你这样做了，我一定是会感谢你的，并且不止我会感谢你，全人类都会感谢你，因为你掌握了一种新型的时间倒转技术，至此广义相对论将被直接推翻，祖父悖论将获得完美的答案，你将成为全人类的神。不出意外，我这么说你又要急了，那你自个儿说我怎么意识不够高嘛？当时那玩意儿是不是跟你我心知肚明，有必要摁起吗？当然，如果你就乐意吃那口热乎的，我不拦你，好吧 I will send you to Jesus。哥们儿，你也算是等到这天了。一个1018事件给你飞起来了，见分晓了，大坑属于守住底线了，我的吹捧又成笑话了。我操你妈！按照你的意思来说，外服退坑以后，全部都钻入大坑，转身为逗号和你一起冲奖励，然后我再给姚萌那不存在的妈妈磕头中获得了1秒50个的好成绩，你也来试试吧。啊，是这样吗？牛逼！飞爷啊，哥们儿，外服退坑了，基本上也不会考虑大坑了。就大坑那环境，你自己敢不承认？拿着一档奖励你就偷偷乐去吧，别他妈出来丢人现眼了，傻逼。那么这期视频差不多到这里呢就结束了。很抱歉这期没有让各位听见什么攻击性，因为除了内阁松我是真想骂啊，其他的这些事情比起骂人来说，我更感觉到的是幽默。那么不出意外呢，咱们的1018事件这个视频完了之后就结束了啊，除非有后续，当然我觉得大概率也不会有后续了。那么我们的下一期视频不出意外还是会发布在绝世唐门啊，那么请订阅我们的绝世唐门，好吧？这期视频呢就给它留作一个史书，这样就可以了。那在这里呢，你劳任也不做什么花里胡哨的结尾了，就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咱们点赞、订阅、投币什么的，对吧？总之搞起来。今天就先这样吧，这里是让老板游戏频道，拜拜。